1968年，日本麦当劳的创始人、传奇商人藤田田，他为了一批刀叉能准时送到美国客户手上，花了当时堪称天价的3万美金，包下一整架波音707货机，只为了4个字：遵守交期。这个看似赔本的决定，却是他日后被国际商界，尤其是犹太商人圈，誉为营作犹太人的起点，也是他建立庞大商业帝国的第一块基石。今天我们就要来解读藤田田这本100万畅销奇书《犹太商法》，并从中提炼出3个能让你打破常规、建立强大商业气场的核心心法。首先，我们必须厘清几个背景。这本书的作者藤田田，他本人并不是犹太裔，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大阪人，却凭借着他对商业的独特理解，从零开始把麦当劳这个美国符号变成了日本国民生活的一部分。而《犹太商法》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的成功宣言。他在1972年首次出版，在日本卖出了超过100万册，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企业家。其中最知名的，除了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还有 Uniqlo 的创始人刘景正。他们都曾公开表示，藤田田是他们最敬佩的经营者之一，是一个敢于打破行业规则的局外人。这本书共有97个小章节，而我们今天的影片会提炼出那几条最核心、最具有启发性、今天依然受用的战略思维。这本书近年来推出新装版之后，现代读者的评价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一方面，很多人批评书里充斥着过时的性别歧视的语言，而且作者本人也不是犹太人，论述的可信度备受质疑。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读者，就算是批评者，都承认这本书充满了能量，像一剂猛药，能给予困在常规里的人当头棒喝。好，让我们现在来看3个书中真正能打通你思维的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如何找到一个借口，让你理直气壮地打破规则。我直接用大白话说结论，这本书最强大的地方，不是提供了什么赚钱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精神解药。它治愈了当时日本创业者普遍存在的一种想赚钱，但又不好意思理直气壮的时代病。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你明明有个大胆的想法，想在会议上挑战老板，或者想给客户报一个远超常规的高价，但心里总有个小声音在拉住你。哎，算了，别太出风头，这样做不太好吧？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个小声音就是限制我们的无形枷锁。在1970年代的日本，这个枷锁尤其沉重。当时的社会讲究谦虚，讲究集体，大家普遍认为赤裸裸的追逐金钱是件有点上不了台面的事。好，这时候一个16岁的少年，也就是后来的软银创办人孙正义，也同样被这个无形的社会枷锁困扰着。直到他翻开了《犹太商法》，他后来亲口承认是藤田田的书粉碎了他脑中赚钱是肮脏的这种陈腐观念。怎么粉碎的？藤田田在书里几乎是用一种野蛮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你，钱没有干净或肮脏之分，赚不到钱的人既愚蠢又无能。更厉害的是，藤田田没有说这是我藤田田说的，他非常聪明，他把这些极具攻击性的想法包装成犹太人传承5000年的商业智慧。你想想看，这对一个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冲击力有多大？这等于是告诉他，你心里那点不好意思，那点道德束缚，在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眼里根本就是笑话。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理直气壮地追求利益，这就给了孙正义一个极其强大的借口和榜样。他可以对自己内心那个小声音说，闭嘴，我不是在做什么坏事，我只是在学习一种更高级、更成功的商业文明。好，这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有什么用？它的用处就是教你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打破那些限制你的潜规则。这里有2个步骤，你可以马上试试看。第一步，找出那个绑住你的隐形脚本。什么是隐形脚本？就是那些没人明说，但你和你周围的人都默默遵守的规矩。比如，在你的行业里，是不是有个隐形脚本叫做报价不能太高，否则会吓跑客户？在你的公司里，是不是有个隐形脚本叫做新人就该多做杂事，不要想着一步登天？先把它们写下来。第二步，为自己找一个破局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你的借口来源。你必须在真实世界里找到一个因为打破了你写下的那个隐形脚本而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如果你的脚本是报价保守，那你的偶像可能就是那个敢于把咨询费报到天价，但客户依然趋之若鹜的顶级顾问。如果你的脚本是新人要听话，那你的偶像可能就是那个刚进公司就提出颠覆性方案，并因此被破格提拔的传奇人物。下一次，当你在被那个隐形脚本绑住手脚，准备退缩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个思想转换。
你不再是我要打破我们这里的规矩，而是我只是在模仿我的偶像的成功路径。你看，这样一来，你的行为就不再是孤立的、冒险的破坏，而是有据可依的、聪明的学习。你从那个成功的偶像身上借来了打破规则的勇气和底气。这就是我所说的心理许可证。它不是别人发给你，而是你透过学习成功案例，自己给自己颁发的一张名为"我不是在乱搞，我是在效法成功者"的通行证。它能让你挣脱束缚，大胆行动。第二个关键点，用残酷的双锁定滤镜，过滤掉90%的无效努力。现在我们来解构书中最有名也最被批评的一句话：锁定女人很嘴巴。这句话听起来性别歧视、简单粗暴，但如果你能抛开字面上的冒犯，把它当成一个战略分析工具，你会发现它异常强大。它的本质是，想获得持续的现金流，你必须同时锁定最终决策者和高频次必需品。我们来看看藤田田自己的商业轨迹，简直就是这句话的完美演绎。他的创业初期做的是什么？是藤田商店，专门进口高级手提包、钻石等奢侈品。这对应的是什么？是锁定女人。藤田田的逻辑很简单，男人负责赚钱，但女人，尤其在家庭消费中，常常掌握着最终的购买决定权。所以，与其跟男人磨，不如直接搞定掌握钱包的女人。这就是锁定最终决策者。后来，他事业的巅峰是什么？是日本麦当劳。这对应的是什么？是锁定嘴巴。所有进到嘴巴里的东西，也就是食品，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会被消耗掉，而且很快会产生新的需求。你今天吃了午餐，晚上还会饿。这种需求是持续的、高频的、缺乏弹性的。这就是锁定高频次必需品。你看，他整个生涯的2大支柱，完美的契合了他自己提出的理论。他先靠女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用嘴巴建立了现金流帝国。好，这个双锁定滤镜你该怎么用？下次当你评估一个新专案、新产品，甚至是你自己的职业方向时，试着用这2个问题来检视它。问题以我服务的对象是真正的决策者吗？还是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在 B2B 业务中，你接触的采购经理，他背后的老板是不是才是决策者？在家庭消费品中，你讨好了孩子，但最终付钱的父母，他们的核心考量是什么？找到那个最终 say yes 或 no 的人，去满足他的需求。问题2，我提供的价值是一次性的，还是能创造重复需求的？卖一台机器是一次性的，但卖这台机器的耗材、维修服务、软体升级就是重复需求。写一本书是一次性的，但建立一个需要持续订阅的知识社群就是重复需求。所以，下次当你思考商业模式时，别只问我该卖什么，而是要问我该如何接触到最终的决策者，我又该如何把我的产品或服务设计成一种能被高频次依赖的必需品。这个思考滤镜能帮你过滤掉大量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很难赚钱的选项。第3个关键点，把信用当成商品来投资，有时亏钱才是最赚钱的策略。这回到了我们开头的故事。在一般人眼里，生意就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但在藤田田的思维体系里，信用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购买的最顶级的商品，而且它的回报率远超任何单笔交易的利润。开头那个包下波音707的故事就是最极致的案例。我们来看看细节。当时他的日本供应商因为各种借口延迟交货，眼看就要赶不上跟美国犹太客户约定的交期了。在这种情况下，99%的人会怎么做？打电话道歉、解释、寻求延期，给点折扣作为补偿。这些都是理性的、常规的做法。但藤田田不这么想。他知道，对于长期在国际上漂泊、极度依赖契约精神生存的犹太商人来说，解释是最廉价、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再多的理由都抵不过违约这个事实。所以他做了一个极其反常规的决定，他要购买信用。他花的不是1000万的包机费，他是在用这1000万向整个国际商界购买一个标签。藤田田是个即使亏掉所有利润，也绝对会遵守承诺的日本人。这次事件之后，他的名声在海外犹太商人圈里迅速传开。大家都知道，跟这个日本人做生意，你可以100%放心。他用一次交易的利润，换来了无数未来交易的入场券和信任背书。这笔投资回报率高到无法计算。这个思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当危机出现时，要重新定义你的损失。下一次，当你因为某些意外，比如产品瑕疵、服务出错、专案延迟而面临损失时，别只盯着眼前的金钱成本。
你要问自己一个更高级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我能用超额补偿来购买信用的机会？举个例子，你的客户因为你的失误损失了1万块，常规的做法是赔偿他1万块，然后道歉。但藤田田的思维会是什么？是赔偿他15000块，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最真诚的态度送到他手上，告诉他失误是我的责任，耽误您的时间，我非常抱歉，多出来的部分是我的歉意。这么做，你表面上多损失了5000块，但你实际上购买了什么？你买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客户会跟别人讲的，那家公司超有担当，上次出了问题，他们不但马上解决，还多赔我钱的故事。你买到了这个客户未来对你死心塌地的信任。所以请记住，眼前的亏损常常是建立长期信任资产的投资。能理解这一点的人，才能在商业的长跑中成为真正的赢家。4. 现代视角，这套半世纪前的猛药今天还有效吗？好，讲完了3个核心心法。现在我们要退后一步，用最诚实的态度来回答一个问题：藤田田这套写于1972年的理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还剩下多少价值？说实话，如果今天有人完全照搬书里的说法，他大概率会被延上。我们必须先承认，书里有部分的旧时代成分，比如他对女性的看法。他不仅是说锁定女人这个目标客群，书中还直白地分享，他会派女性员工去采购，并指导他们趁对方露出色眯眯的样子时，狠狠地砍价。这种物化甚至利用女性的言论，在今天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比如他对工作的态度，他宣称自己创业以来从没休息过1天，还对请病假的员工说：“你明天死了，我就信你是真病了。”这种鼓吹工作致死的极端文化，完全违背了现代对工作生活平衡的追求。讽刺的是，他自己也称赞犹太人懂得休息，却没有在自己的公司实践。甚至他还有些奇怪的种族主义幻想，说希望靠汉堡让日本人吃上1000年，变成皮肤白皙的金发人种。所以，如果你问我这本书能直接照搬吗？答案是绝对不能。但是，如果我们能扮演一个聪明的炼金术士，把这些旧时代的资讯过滤掉，我们会发现，剩下的黄金依然闪闪发光。书里依然有很多超越时代的商业智慧，它们被包裹在那些粗暴的语言之下。举几个例子：78与22法则，这其实就是柏拉图法则的变体，提醒你要把80%的资源聚焦在能产生80%回报的关键点上，无论是客户还是产品。厚利多销，当所有人都陷入价格战，追求薄利多销时，他反其道而行，坚持透过创造独特价值来维持高利润，这在今天的品牌建设中至关重要。时间大于金钱，他反复强调，没有空闲时间的人是无法赚钱的。这点非常反直觉，他认为无止境的忙碌只会让你陷入战术陷阱，而真正的富人是懂得为自己创造思考和布局的闲暇时间的人。现金为王，他对现金流的极度重视，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健康的现金水位，以应对不可预测的风险。这在经历过疫情和经济周期的我们看来，感受应该更加深刻。所以，我们对待犹太商法的态度，应该像对待一个脾气古怪、满嘴胡话，但偶尔会吐露真言的绝顶高手。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筋骨，去其皮肉。好了，我们今天深入拆解了藤田田这本极具争议的犹太商法。我们这趟旅程不只学到了3个强大的心法，打造心理许可证，启用双锁定滤镜，以及将信用视为可投资的资产。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一次批判性继承的思维演练。真正的核心知识，从来不是盲目的全盘接受，而是学会如何从复杂甚至不同的资讯中，识别出那些能够为我所用，强化我们思维体系的黄金，转化为我们自己成长的燃料。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建立你的思维体系。我们下部影片见。